家好，我是肥东老田。我们今天讲金版推背第47项的第一节，说卦。师傅，你在之前的讲解中为什么没有讲解卦呢？就在我看来，47项之前的每一项，其并没有说卦的必要，因为都是已经在现实中出现、发生和应验了，而这些就是卦象真正的作用。而我今天所讲解的47项，它对现在的时代就是属于谶纬和未来的范畴。那么我自然要开始讲解卦象。我们先得理解一个基本的概念。按照传统易学来看，整个易学它是分为3个大专业，分别是易经、易理、易数。而写金版推背这个老爷子是师从扬州刘氏的易学大家，他把这3大专业的写作手法就很自然地融进自己的作品中。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明白，在金版推背的每一项，它不是只有单独一个卦，实际上每一项都是至少有5个卦藏在其中。师傅，不是每一项只有标题里有卦吗？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每一项开篇的卦象是属于标题卦这个历代推背图中专门分类，而标题卦是属于易理的范畴。那在易理看来，标题卦除了代表它本身的卦象以及对未来的一些预判以外，其实它更重要的作用是用来确定时间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标题卦里表达时间的纪年法是一种草创于晚唐时期，并仅属于易理的纪年法。那是什么纪年呢？在此，关于这个纪年法，我要简单说明下。事情要从北宋时说起。在北宋中期，以邵雍为代表的易数大家开始推行一种新的纪年方法，就是3元9运纪年，呼吁用此法逐渐取代在中国已经流传数千年的干支纪年。这种纪年法有很多好处，比如清晰容易预判，并且对于每一年都有自己的背景描述，以及包含解释节气、天体运行等诸多优点。但同样它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复杂性高、掌握难度大、难以普及等诸多问题。那这就没有办法去取代干支纪年。虽然当时3元9运纪年得到了易数大家包括很多理学大家的推崇，但由于此法的优劣点过于突出，结果导致它并没有达到易学家们想要的目的。干支纪年依旧在当今存在，而3元9运纪年则逐渐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中。但此纪年法对于易学专业易学大家来说，还是属于基本必须掌握的范畴。所以我们再看在金版推背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此书很少提及时间。什么时间呢？就是干支纪年用的很少，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感觉金版推背很难定时间，坐标自然难以理解。这就是此书作者大量使用易理派专属的3元9运纪年法造成的原因。那属于易经的范畴的卦象在哪呢？按照易经写作手法出现的卦象是藏在谶诗里面，这里就要提到谶纬中常见的写作手法藏卦法。按照历代谶纬大家的写作习惯，当需要隐藏某些关键信息，比如具体的事件、时间、登场人物的特征、特点时，藏卦法就为此而出现了。在金版推背中，谶诗体现的更多是采用易经为基础的一种藏卦写作手法。我们以47项为例，在它的谶诗里开始的演武修文这4个字，就包含了2个卦象，一个是归妹卦，一个是泰卦。为什么它是易经的范畴呢？因为这2个卦象和演武修文这4个字中他想要表达的人物是高度绑定在一起的。我们先了解此项的主角，就网传讲的紫微圣人。而在经学来看，说是周武王，武王所代表的卦象，在传统经学派来看，此事件中就是代表泰卦。那有了武王在，以武王为坐标，那么出场的第2个人物就是他的父亲周文王。而文王在易经中的此事件里，他代表的卦象则是归妹卦。在这样的前提下，这2个卦是和国故之学中所属最大分支经学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谶诗卦里所藏之卦象是属于易学理经的范畴。那属于艺术的卦象是什么呢？艺术的卦是藏在宋诗里的，
47象颂诗，吴王吴帝定乾坤。那乾坤二字在艺术卦象口诀中代表的是什么卦？很多研究艺术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这不就是太卦吗？首先，这种藏卦的写作模式是在谶纬中是极其常见的。我们看到的目前市场上流传的传世本谶纬，基本上每一本都有类似的卦象写作方法，这就是属于艺术的藏卦写法。那如何读懂这种写作模式呢？那就要看读者对艺术的掌握程度了。读者是否熟悉卦象口诀，是否烂熟于胸？那读者对于艺术掌握程度很高，那自然就能看出来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类卦象。故此，关于艺术的藏卦具体就在宋诗里体现出来。在这里我要声明下，其实这是否卦，而不是六爻派认为的太卦。究其原因，是因为金版推背的作者是梅花派出身，按照梅花的排卦法来看，第一个卦应该是上卦，而非六爻派认为的下卦；第二个卦是下卦，而非六爻派认为的上卦。所以这里的乾坤二字应该排为否卦。那为何认为是梅花派的排卦法？我在之前的象中发现老先生在其他象的谶诗藏卦法里已经在使用梅花派的排卦法。在不清楚此象是否有他人代笔，代笔之人是否使用六爻派的排卦法前，本人在金版推背的藏卦法中出现的卦象，只会将其当作梅花派排卦法来看待，故此卦应视为否卦而不是太卦。那至于其他谶纬中的藏卦法里，是使用六爻派还是梅花派的排卦法？其实在其他谶纬中的藏卦法，大部分还是以六爻派为主。如果可以采用联系上下文的方式来进行研判的话，那准确度就可以保证了。现在我们知道，按照易学传统的三大专业来看，易理就藏在标题卦里，易经就藏在谶诗里，艺术就藏在宋诗里。为什么古人需要这么多卦来进行说明呢？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历代谶纬大家们是怎么样预判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它有什么样的人物出场，那它的发生年份是在哪一年，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其实就是海量使用易的占卜断出来的。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就没办法用一两个卦来说明未来的一切，这是做不到的。它必须要有多卦，十几个卦，甚至数十个卦来进行交叉印证，尽可能多的从各个角度去观察，才能知道未来大致什么样。我们再看47象就知道，它用4个卦来进行讲解。那如果按照易理梅花派的看法，除去用来定时间坐标的标题卦外，3个藏卦所衍生出说明事件和人物的卦数还要翻1倍。这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易理梅花对于卦象的理解方式来看，每一个卦它应该都有一个对卦，或者说每个卦它都有一个对应的理卦，这就是易理梅花的解读方法。万物皆有表里，很难单独存在，这就是表里卦。那这样的话，在47象里，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卦象数量已经能达到最少7个。所以为什么我讲解卦象的第一课得从说卦开始？它基本原因就在这，我们不能只看标题卦而忽略其他。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拜。